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它叫做台湾中心。台湾中心里面还有一个台湾餐厅，竟然不是卖台湾菜。终于要回台湾了，哈哈，好怀念台湾的卤肉饭啊！今天要回台湾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就在台湾中心。其实我还在阿尔巴尼亚，在阿尔巴尼亚的首都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它叫做台湾中心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为什么他会用台湾做名字呢？台湾中心里面还有一个台湾餐厅，竟然不是卖台湾菜，里面都是卖一些意大利菜啊！而且奇妙的是，下面还有一间 casino。到底为什么他们会叫做台湾餐厅呢？有一派说法是说，当初共产党跟阿尔巴尼亚决裂的时候，那时候阿尔巴尼亚人不是很喜欢共产党，所以就故意把这个地方称作为台湾中心。但是可信度不高啦，也有人是说这家餐厅可能是台湾人开的，但是说真的都找不到任何的依据，为什么它叫做台湾中心？还蛮有趣的。那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景点了。台湾中心的旁边这里有一间东正教基督复活大教堂。哇，它的这个设计非常的不一样诶，很特别。一间比较现代的东正教教堂，跟以往我们参观的非常的不一样。这个外观就是一个非常现代风格，然后里面也没有很多那种金碧辉煌啊，还是华丽的画作，是一间比较简约朴素的一个东正教的教堂。然后它的外观看起来又有点像是穆斯林的教堂。在台湾中心这里，早期也有另外一派的说法是，这个公园做的像是一个台湾的小岛一样，所以就把它称为台湾中心。但是这些都是传言而已，没有一个是可考的。到现在问这边的当地人，也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叫做台湾中心，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，竟然会用别的国家的名字来取名他们的这个公园的名字，蛮有趣的。而且你在这个台湾中心里面，也是完全找不到任何台湾的元素。一路从台湾中心走过来，斯堪德培广场有一间清真寺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在这个广场常常都会有市集在这里摆摊，可以在这边品尝当地美食。清真寺的对面还有一座钟楼，门票只要100类，不到1欧元，很便宜。上来可以眺望整个广场上的建设，整个大广场这里都是这种大型的建筑，像是阿尔巴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、阿尔巴尼亚国家图书馆、蒂拉纳歌剧院以及蒂拉纳文化宫都是在这边的。那这里呢，就是我们刚刚去的东正教教堂。蒂拉纳文化宫前面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地标。I love Tirana。期待阿尔巴尼亚也可以早日加入欧盟。那我们现在要前往蒂拉纳城堡。这里就是蒂拉纳的城堡了。进来，其实它就是一个酒吧区。看一下这边，它的城门就是这样小小的一个。进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红酒。我在 Google Map 上看到这个蒂拉纳的城堡的时候，还以为是一个像我们之前在别的国家看到的那个城堡的感觉，里面都还会有保有一些城堡的建筑。但是在这边已经完全没有这些城堡的风味了。
全部都是非常这个现代的风味。还有一些卖纪念品的商店啊，饰品首饰的，当然就是酒吧跟餐厅啦，是城堡的尽头了，小小的一座城堡而已。城堡走出来会看到一个圣保罗教堂，外面这边有一个德瑞莎修女。德瑞莎修女是出生于马其顿，那她也是阿尔巴尼亚的公民。她的一生呢，都在为社会奉献牺牲，所以在马其顿、科索沃以及阿尔巴尼亚，德瑞莎修女都是有一个很崇高的地位。出来圣保罗教堂对面有一条Vodafone的桥，在这条桥的范围真的是有 WiFi 的耶。从城堡的方向往左转走过来，就可以看到 Tirana 的最大的地标。可惜啊，现在它正在重新整修中，没有办法进去参观。未来这里是会有一些图书馆啊，关于回教的一些东西。目前现在是没有办法进去的，整个在整修中。它超级大的耶，甚至是有地下室。感觉这个城堡已经太现代化了，有点像是在菲律宾马卡蒂的感觉。这边已经是 Tirana 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了，全部的餐厅都是在这个城堡里面。城堡外面的这条街现在变得超级热闹的，大家已经都下班了，就来用餐喝啤酒。那我们今天阿尔巴尼亚首都 Tirana 的影片已经结束了，一定要帮我们按赞、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哦。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区的人最常说的就是，那等等我们在台湾见吧，1秒到台湾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